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5日，欢迎收看万维追击，我是 Cherry。3月5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北京正式进入两会时间。同时，红色恐怖气氛再度笼罩京城。今年两会的安保措施可谓是空前严厉，中共动用了上百万人维稳，整个北京市军警林立。英国《卫报》以“如临大敌”形容两会时期的北京境况。报道也指出，习近平在贸易、新疆、华为问题上的作为正面临公众的审视。对此，舆论界也在发问：今年两会会有勇士站出来吗？据美联社自北京发出的报道称，就像往年每一年一样，中共进行了全面铺开的安全戒备，而今年这方面的防范更为提升，或因为今年有好几个重大历史事件10周年纪念日，其中包括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月则是西藏发生反中国统治的暴动60周年。据自由亚洲报道，自上周3开始，两会代表驻地附近居民楼的临街窗户被中共公安以确保领导安全为由，强制要求关闭，不能打开。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表示，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第一次这么严厉。据 NTD TV 报道，日前一张两会代表入住的宾馆被铁丝网包围隔离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作家陆天明说，中午去吃饭，路过一家宾馆，住着两会代表，整个宾馆都用蓝色的铁丝网包围起来，警车、警察、辅警便衣，如临大敌。北京王府井某大厦的保安说，各级公安部门都成立了突发事件处置小组，处置火灾、爆炸或有人拉横幅等突发事件。北京还针对所谓重点人口进行严厉管控，要求维稳警察随身携带电台、录像设备，确定被监控的对象的位置。两会期间，当局不许普通的市民接受外媒的采访，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也受到全面的监控。与此同时，在北京的访民也成为当局监控的目标。3月3日晚，北京房山区紫草坞政府出动了20多名保安员突击清查访民出租屋，部分人被驱赶或移交地方解放人员。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在推特上发文称，中共不但是把人民当敌人，也是把代表当敌人，就是要让代表们知道，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说，在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已向两会委员们发出了禁声令，不准向外媒发表意见。此外，中共政法系统也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两会期间全面启动战时机制，全警动员，起止时间从2月22日至3月17日。有知情人士透露，往年的两会期间，官方动用80多万人维稳，今年当局维稳动用的人数可能多达上百万，包括退休人员或家庭主妇。为何今年中共对于两会的维稳力度如此之大？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已经对两会的暗潮汹涌有所察觉，所以加强维稳力度必然是两会的重中之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的人大会议上发表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2019年中共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环境，风险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他还提及，政府要过紧日子，设法开源节流。而在过去的3年被中共频频提及的中国制造2025却在政府报告中消失。有分析称，自去年美中贸易战开打后，制造2025被美国视为眼中钉，中共官方对此项政策转趋低调。纽约时报刊文称，表面看正如习近平一再宣称的，现在是中华民族最接近复兴的时刻，红色帝国还处于上升阶段，但实如国歌所言，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此所谓最危险有2重含义。第一，就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而言，说处于6·4后的第2个和西方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恐不为过。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因华为和孟晚舟事件而导致的和美加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与对抗关系，都是近年之最，而且这种趋势尚看不出结束的苗头。第二，就中国内部的发展道路而言，除了经济下滑给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还有党国绝对主义列车的狂奔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国1年1度的两会正在召开，北京当局在两会前夕就频频强调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及习近平的核心
新地位。外媒分析，这不寻常的举动代表美中贸易战及经济难题已让习近平的核心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中国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举行前夕，中国官媒近日频频刊文，要求中共党员自觉把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及党中央集中统领作为最高的政治原则，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共高层祭出许多不寻常的举动，从约束党员行为下手，试图重新掌握对整个党的控制。法新社也报道，习近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将面对代表们的怀疑。中国人大会议当然不会质疑当政已经6年的强人政治政策，但自2018年3月上次两会会议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大去年通过决定，取消习近平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接受习近平可以终身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思想也写进了宪法，此举让习近平与共产党政权创始人毛泽东平起平坐。1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推动的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新时代，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障碍，给予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重力影响中国经济，而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正遭到中国选中投资的沿途基建建设的国家质疑。有评论人士认为，指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声，无异于痴人说梦。也有意见人士分析称，现在是非常时期，情况也许有所不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和利表示，北京今年面临的局势比去年难得多，因为去年是习近平的权力顶峰，而今年不同，在人大闭门会议上可能会出现各省的人大代表提要求北京采取行动刺激经济，甚至北京当局可能会面对人大代表们私下里愤怒的批评。据悉，按照惯例早就该召开的中共4中全会到现在也迟迟没有召开，这或许能折射出中共官员对北京的不满。华尔街日报表示，北京与中共一些高层官员之间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僵局。有体制内的人士表示，习近平在努力化解经济困境的同时，也在面临着党内官僚体系的阻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舆论关注两会是否有勇者站出来，真正行使他们的宪法职权，大声地对习近平说不。据《纽约时报》报道，从往年两会看，有少数代表和委员对于一些敏感或尖锐的话题和人事放言给人印象深刻。比如，上海财大的蒋洪教授在做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在两会上就曾批评过教育部长的4个绝对，容易压制不同观点，呼吁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法国广播新闻网刊文称，现在不同了，代表们不敢随便乱讲话，担心一不小心就犯了忌。尽管内心对北京充满怀疑和不满，但现在的政协似乎越来越无声无息。时事评论员唐晋元表示，虽然会场上坐的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实他们都是各怀心事，各有各的盘算。北京当局考虑怎么维护核心的权威，避免在两会上出现有人从政治方面挑战中央的情况，而代表们则想的是希望当局推出刺激经济的措施，渡过难关。唐晋元指出，从各种维稳措施和管控言论的严厉程度来看，今年两会可能不会出现以往的勇者了，最多就是说说经济民生，要么干脆什么都不说，缄口不言。纽约时报刊文称，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当习近平提出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时，代表们本应该站出来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阻止这一个危险的举动。如果继续成功，或许中国就不会有当下的内外交困局面，因为他的权力会更加受到限制，由一人支配的国家政策就更难出台。然而，这些代表和委员没有这么做。文章指出，1年过去了，代表们应该从他们共同制造的迷蒙中惊醒了。文章称，习近平借绝对统治，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力量能够约束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部党国绝对主义的列车按照惯性奔向悬崖。外部压力可能会使得列车的速度会降下来一点，可它还不足以迫使它完全停止。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一道防线就是两会。既然是人民的代表，那当人民不高兴的时候，代表委员应该把人民的不高兴带进会场，转达给中共和习近平，否则便是失职。文章指出，全国两会本就是议论国事的场所，代表委员就重大问题畅所欲言，问责官员本是其职责所在。虽然习近平上台后，敢言代表和委员变得更加稀缺，两会开得越发沉闷，然而此种状况现在必须改变，粉饰太平的全国两会必须改变了。
最后，文章发出呼吁称，代表委员们，人民正在睁大眼睛看着你们。以上是今天的外围追击，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Cherry。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